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米塔世界。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到福岛县内的一个叫做惠津若松的地方。惠津若松是一个充满日本传统文化，并拥有武士之乡称呼的一座被大自然环抱的城镇。惠津若松位于福岛县西部，可以从东京、新泻县、宫城县、福岛使用电车或者巴士抵达。我们这次是从宫城县的仙台出发。首先，我们从仙台站东口的72号高速巴士站乘搭2个小时半左右的高速巴士直达惠津若松。来回票价一个人是6600日币。由于巴士内没有厕所，途中会在无期短暂停留，给需要上厕所的人使用。由于内容长度的关系，本影片会拆成上下段。在这个影片内，我们会分享鹤之城和御药园，而下段会带大家去惠津五家屋府、放射山以及螺旋堂。坐了2个小时半左右的巴士，我们终于抵达到惠津若松站前了。一下巴士就会看到不远处有一间叫做惠津巴士站前观光案内所的建筑物。我们在那边买了1日巴士乘车券，以及惠津若松人气景点优惠券。乘车券1人600日币，优惠券1人1400日币。乘车券提供了市区指定巴士海嘎拉桑和阿卡贝，可在1天内无限乘搭。而优惠券可以在3个惠津若松知名景点鹤之城、惠津五家屋府以及位于放射山的螺旋堂享受优惠价格。所以有打算在惠津若松1日游，并多踩点这3个地方，就会省下不少钱哦。米塔世界。买好票券后，我们就从惠津若松站前4号站坐了10分钟左右的巴士前往鹤之城。抵达鹤之城北口巴士站后，我们走了大概8分钟就到今天的第一个景点鹤之城。鹤之城在当地是一座有名、有历史性，又同时被选为日本100大名城以及日本樱花名所百选之一的一座城堡，也是日本唯一一座的红瓦城堡。鹤之城的天守阁一共有5层楼和1层底楼，我们从底楼的入口进入。首先步入眼里的是展览天守阁下的石垣，而1到4层都设有展览空间，里面展示了关于惠津藩历史、戊辰战争、白虎队市集与武士文化等。第5层是展望台，在这里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在鹤之城里走动的同时，就来说说关于鹤之城的历史故事吧。鹤之城又名为若松城，在1384年时由芦名子胜所建。当时该城名为惠津黑川城，对应了那个时候该地区的地名黑川。但之后经历多次易主，尤其是在江户时代，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将惠津封给了加藤保科镇之后，该城受到了扩建并改名为鹤之城，具有长寿与吉祥的含义。这座城池也因其坚固的构造与精巧的防御系统，成为东北地区的重要军事据点。但鹤之城真正刻印进历史的瞬间，是发生在1868年的戊辰战争。那一年，明治维新推翻幕府，当时的惠津藩主松平荣保因为坚定效忠德川幕府，成为新政府军的进攻目标。鹤之城遭受长达1个月的围攻，即使在猛烈的炮火中，依然屹立不倒，
展现出无比坚韧的精神，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壮烈的一场攻防战之一。但也因这场战争中发生了日本史上最悲壮的一幕——白虎队的滋润。白虎队是由16到17岁的少年武士组成的预备军。当其中一队在放射山上见到城内冒烟，误以为城池已陷，便选择集体切腹自尽，以表示忠。他们的牺牲成为日本人心中的忠义与青春的象征。据说鹤之城和一般的日本城堡不同，屋顶是少见的红瓦。这种红瓦是在幕末时期由当时的汇金藩主松平荣保采用，主要是为了因应当地严寒多雪的气候。比起传统黑瓦更耐寒、防火，也更坚固。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红瓦天守是1965年重建，并于2011年修复时精准复原的。据说这座红瓦的城堡不只是视觉上的特色，也是汇金武士智慧与坚韧的象征，更是目前日本唯一使用红瓦的城堡。在鹤之城的附近有一座充满历史的茶室灵阁，据说它是16世纪末由汇金藩主，也同时是日本第一茶圣千利休的弟子浦生世兰所建。但是原建筑物在明治时期被拆除，直到1990年才根据历史资料在原址重建，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模样。妮塔世界。走完鹤之城时已经快午餐时间，所以我们返回到鹤之城北口巴士站，坐了7分钟左右的巴士，在图之町站下车。之后我们走了5分钟，来到了今天的午餐地点梅德达亚。之所以会选择在这里用餐，一方面是因为刚好就在我们下一个目的地的路上，但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里提供了汇金极具代表性的在地美食汇金拉面和酱汁炸猪排开饭。汇金拉面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独特的面条，这里的面条是手揉中粗面，略带波浪状，而且吸汤力很强，口感上有点像云吞面。据说汤底是以豚骨为主，之后加入小鱼干和酱油调味，是属于淡口系，清爽但很鲜香，不会像一般豚骨那样油腻。配料也很简单，主要有叉烧、笋干、葱花以及鱼板。另一边的这个就是汇金酱汁炸猪排盖饭了。相比平常所见的炸猪排，汇金版则是将炸好的猪排直接淋上添加自制的浓厚酱汁，口感上虽然少了酥脆感，但猪排的味道更浓郁。相比汇金拉面的清爽感，汇金酱汁猪排凸显出了重口味的酱汁感。对比之下，两者在味道上拥有非常明显的差别，非常推荐给如果带着喜欢不同轻重口味的朋友来，价钱还不错亲民。妮塔世界。吃饱后我们就离开餐厅，并走了6分钟左右，抵达到第2个景点御药园。一人入园票330日币。御药园是一座历史庭园，占地约1.7公顷，并被指定为文化财庭园以及国指定名胜庭园。最早由第1代藩主如明胜久于15世纪中期建造，当时名为御北园，作为家族的别府使用。到了江户时代，第2代藩主保科正景为了改善民生与防御传染病，于1670年设置草药园，开始栽培草药，并鼓励百姓自家种植。之后，第3代藩主松平正荣进行大规模整修，将庭园扩建为集藩主别府、草药园、茶室与接待功能于一体的文化空间，并正式命名为御药园。庭园为词琼回游式设计，名为新智之池。在中央池塘中的中岛上建有茶亭、乐寿亭，由松平正荣于1696年兴建。
茅草屋顶的乐寿亭与自然融为一体，是亭中代表景点。现今的御药园仍然保留草药园，并且展示多种草药。御药园非常适合作为汇金若松一日游途中的休息站。这里拥有接近大自然的颜色以及非常宁静的环境。我们在这里待了1个半小时后，就离开并前往下一个目的地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